5款糖尿病的早餐食谱推荐。身为一名糖尿病患者的家人，你一定体会到准备早餐的压力。对，就是压力，因为你会有很多顾虑，然后会反反复复的问自己，到底这个他能吃吗？那个他能吃吗？你是否经常觉得准备早餐太难了？如果是，那今天的影片或许可以帮到你，因为我们即将要分享5款糖尿病的早餐食谱推荐，说不定你和家人都会喜欢这些食谱哦。影片还未开始之前，别忘了按下订阅、点赞以及打开小铃铛，我们每星期都会有精彩的新片上架，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在上一集影片，我们分享了8种配面包的健康食物。喜爱面包当早餐的你，一定要收看影片，因为这些食物有助于降低面包的升糖指数。如果觉得影片可以帮助到身边的朋友，请你赶快分享给他们，因为分享也是一种福气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来看看第一个早餐食谱。第一，菜花煎饼。第一个出场的早餐食谱就是菜花煎饼。有吃过 hash brown 的朋友，你还记得它的味道吗？菜花煎饼就是代替 hash brown 的早餐，它也是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健康早餐。菜花煎饼的材料包括白色菜花、薄荷叶和鸡蛋。白色菜花是糖友们可以放心吃的蔬菜，因为它含有低碳水和低升糖。每一小朵白色菜花只有 0.6 克碳水，升糖指数不超过15，而且又富含蛋白质、纤维和多种矿物质，这些成分都可以改善胆固醇和血液循环。至于薄荷是很好的天然调味剂，把它加入菜花煎饼会好看又好吃。想要做菜花煎饼，首先是将白色菜花洗干净和切碎，薄荷也是切碎，然后加入鸡蛋、盐和胡椒粉一起拌匀，将拌匀的菜花蛋糊倒入预热的不粘锅，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色。就是这样，一份热腾腾的菜花煎饼早餐就做好了。菜花煎饼会比 hash brown 更健康，因为它多了一份蛋白质，少了一份马铃薯的淀粉，同时也避开了高温油炸的烹调方式，所以它会更适合糖尿病的朋友。不过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菜花煎饼很好吃，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必须提醒自己不能吃过量。第二，苹果隔夜燕麦。第二个要推荐的早餐食谱就是苹果隔夜燕麦。苹果隔夜燕麦是不需要煮的早餐，所以它非常适合赶时间上班的糖友。苹果隔夜燕麦的材料就是刚切燕麦、无糖杏仁奶以及苹果。想要准备苹果隔夜燕麦，你要预先在前1晚将刚切燕麦和无糖杏仁奶倒入一个容器，混合后把它送入冰箱浸泡1个晚上。到了隔天早上，把浸软的燕麦拿出来备用。将洗干净的苹果切成丁状，然后把它加入隔夜燕麦。最后你可以撒上一些坚果来增添口感。就是这样，苹果隔夜燕麦就轻松完成。喜欢热食早餐的朋友，你可以把隔夜燕麦先加热才享用。刚切燕麦是没有经过高度加工的谷物，它只是经过略切2-3刀而成的燕麦，所以会比精致早餐谷物更健康。而且重点是，刚切燕麦又含有低升糖，它的升糖指数为55，所以不容易造成餐后血糖飙升。至于苹果是搭配隔夜燕麦很好的水果，苹果是吃得饱的水果，而且又充满抗氧化剂，尤其是绿原酸、胡皮素、芦丁，这些成分可以减慢血糖的吸收速度，从而防止餐后血糖飙升。所以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苹果。苹果隔夜燕麦是一款多变的早餐食谱，只要你动一动脑筋，就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隔夜燕麦。比如你可以交替使用不同的水果，每次添加不同的天然调味剂，像肉桂粉、可可粉、绿茶粉等等，或者每次搭配不同的坚果，比如腰豆、核桃、杏仁等等。如果你从未试过隔夜燕麦，今天开始也不算太迟。第三，鸡蛋蔬菜杯。第三个早餐食谱就是鸡蛋蔬菜杯。这个食谱的材料就是鸡蛋、红萝卜和菠菜。
鸡蛋是零升糖的食材。研究也显示，吃鸡蛋的2型糖尿病患者可以有效地降低糖化血红素 （Hemoglobin A1C）， 也就是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。至于红萝卜和菠菜都是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吃的蔬菜，因为它们都具有护眼的作用，而且又含有低升糖指数，所以都不会引起餐后血糖飙升。想要做鸡蛋蔬菜杯，首先是将鸡蛋打入一个碗备用，接着是将红萝卜和菠菜切碎，在一个预热的平底锅加入少许油，先把红萝卜倒入平底锅炒至变软，然后才加入菠菜一起炒，加入少许盐和胡椒粉来调味，将炒好的蔬菜倒入蛋液里拌匀，接着是将蔬菜蛋液倒入模具和送入烤箱。就是这样，鸡蛋蔬菜杯就可以上桌了。鸡蛋蔬菜杯是一款营养均衡的早餐，因为你可以同时摄取蛋白质和蔬菜。如果早上起来有足够的时间，我会推荐你试做这款早餐食谱，说不定你和家人都会喜欢。第4，奇亚籽布丁。第4个要推荐给你的早餐食谱就是奇亚籽布丁。奇亚籽布丁是非常值得一试的早餐。想要做奇亚籽布丁，你要先准备2种材料，也就是奇亚籽和无糖杏仁奶。准备好材料后，首先是将奇亚籽倒入一个杯子，然后倒入无糖杏仁奶，轻轻拌匀后，把它放在一旁静待15分钟，让奇亚籽呈现膨胀和凝胶状态。15分钟后，你可以加入自己喜爱的水果和坚果。就是这样，一款好看又好吃的早餐就轻松完成。其实，奇亚籽是名不虚传的超级食物。奇亚籽在英文里被称为 chia seed。chia 是指力量，而 seed 的意思就是种子。这种黑白色的种子是一种古代的运动食品。据说以前的长跑运动员都会吃奇亚籽来帮助自己跑得更远和更久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维持更持久的饱腹感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奇亚籽布丁也是吃得饱的早餐。奇亚籽也是低升糖的食物，它的升糖指数是1，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它会导致餐后血糖飙升。每吃2汤匙奇亚籽，你可以同时补充多种营养，包括蛋白质、Omega-3、纤维、铁质以及抗氧化剂。以上的种种成分不但可以稳定血糖，还可以改善胆固醇和缓解便秘的问题。所以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试试这款奇亚籽布丁。第5，金枪鱼三明治。第5个要推荐给你的早餐食谱就是金枪鱼三明治。如果你有留意我们之前的影片，你一定知道糖尿病的朋友不可以吃白面包，因为白面包是由高度加工的白面粉所制成，所以会很容易导致餐后血糖飙升。其实不吃白面包也不代表你没有其他选择，你可以吃更健康的全麦面包。金枪鱼罐头是搭配全麦面包的健康配料，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 Omega-3。金枪鱼三明治不但可以带来饱腹感，还有助于减缓面包的升糖指数，让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享用早餐。金枪鱼三明治所需的材料包括金枪鱼、洋葱和黄瓜。洋葱和黄瓜都是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蔬菜，因为它含有低升糖和低碳水。洋葱的升糖指数不超过10，每一片洋葱只有 0.9 克碳水，而且又富含抗氧化剂，有助于降低炎症和胆固醇。至于黄瓜，它的升糖指数为15，每一片黄瓜只有 0.15 克碳水，所以黄瓜也可以帮助稳定血糖。想要做金枪鱼三明治，首先是准备一些水浸金枪鱼。水浸金枪鱼含有较低的油脂含量，所以也会更健康。准备好金枪鱼之后，我们要把洋葱和黄瓜切成丁状，然后把它们加入金枪鱼，轻轻拌匀后就可以开始涂在面包上。就是这样，方便又好吃的金枪鱼三明治就做好了。将它放入盒子，又可以带回公司慢慢享用。以上就是5款适合糖尿病的早餐食谱，它们分别是：第1个食谱的菜花煎饼，所需的材料就是白色菜花、鸡蛋和薄荷；第2个食谱的苹果隔夜燕麦，所需的材料就是刚切燕麦、无糖杏仁奶和苹果；
第3个食谱的鸡蛋蔬菜杯，所需的材料就是鸡蛋、红萝卜和菠菜。第4个食谱的奇亚籽布丁，所需的材料就是奇亚籽和无糖杏仁奶。第5个食谱的金枪鱼三明治，所需的材料就是金枪鱼罐头、洋葱和黄瓜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你最喜欢以上哪一个食谱呢？你最常吃的早餐是什么？马上在影片下方留言交流，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您的宝贵意见或许可以帮助其他朋友。离开之前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。有了您的支持，我们才有更大的动力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也非常期待下一集可以再陪你瞄一下生活里的大小事。拜拜。